剑的威力。望城山赵玉征门下弟子李凡松前来拜会雪月城，问见雪月剑仙李寒一，请雪月剑仙赐教。去。 剑仙请留步。无法抗，下一个开始燃烧，照亮整个黑夜。剑名，烈火轰雷。 剑名无量天罡。我也有一剑。剑仙一剑，冠绝千古。还是打不过，那可是雪月剑仙，咱们俩能打过，那才有鬼了吧？这柄剑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回雪月剑仙，这柄剑是我自己用桃木雕的，还没来得及取名字。要不剑仙，您给取一个？懒得取。你为何来见我？啊，那个，我听师傅说多了雪月剑仙的大名，有些神往。此番听从师命下山游历，就很想见一下前辈。 现在见到了，啊，见到了，见到了，不愧是雪月剑仙。既然已经见到了，那还不快滚！大师傅，起！大龙相立。望城山李凡松，见过三城主。 望城山飞轩见过三城主。你们要见的人已经见到了，便早些回去吧。走。这一带望城山的五运和天运分得不错，看来以后的江湖，望城山要从雪月城手中夺去一半了。谁有稀罕？ 你呢？为什么来见我？哎，注意看啊，好戏要来了！晚辈雷无节，见过雪月剑仙，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三师尊，这就是你说的好戏啊！这小子，难道不知道韩一的身份吗？ 雷轰竟然什么都没告诉他。雷轰，他要见我。
师父曾与雾阶说起，他之所以习剑，就是因为见过了雪月剑仙一剑，之后更是时常念起那一剑，希望能与前辈再见。如今，师父被庞氏所绊，不能离开雷家。雷无节斗胆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好，我随你去雷家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懒得去。剑仙手下留情啊！很简单，你做我的弟子，什么时候能接我3剑，拿回这把纱布剑的时候，我就随你去见雷轰。你不愿意？剑仙剑术通神，雷无节早已先生神往。不过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要与师父知会一声。你的意思是，先去见雷轰，再来说拜师的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空手套白狼。雷无节，拜入剑仙门下是求也求不来的机会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弟子雷无节拜入雪月剑仙门下，如若他日雷轰师父责怪，雷无节便以死以谢二位恩师授业之恩。傻子！明日来后山找我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就你话多。一约既成，万山无阻。雷无节，来，起来。雷无节，别晕呐，钱还没还。啊！哎，雷无节，他这一战消耗太多，身体已经透支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你现在也正式成为他大师兄了。你这个师弟欠我800两，要不然你这个做师兄的帮他把这笔钱还了，我也好回我的雪落山庄。我没有钱。谁有钱？来，走。没错，雪月城上上下下所有的金钱开支，都是由我来负责的。那就好办了，800两。听唐莲说，你的名字叫萧瑟。是又如何？好名字。少拍马屁。该还钱还钱，我着急赶路。萧瑟，你钱自然是要还的，只不过在下想请萧兄弟到雪月城稍住几天，我心中还有几个疑虑，想要向萧兄弟请教。我若是不从呢？难不成要以武力威胁我？自然不会。想要萧兄弟进入雪月城，在下的确是有私心的。什么私心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阿爹，你说什么呢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想收我为徒？凭什么？在下这一身武功，在江湖上也算是拿得出手。我又不信。除了武功，在下的棋艺那也是天下无双。不知道萧兄弟喜不喜欢下棋？谈不上喜欢，就是没输过。好，那不妨我们就下上一盘。倘若萧兄弟赢了，那我就不再勉强，如何？好一个雪月城！
你当初就是这么骗落霞仙子留下的？愿赌服输，这哪是骗呢？请吧。围棋乃是鬼道，并非大道。想不到堂堂三城主，竟如此沉浸鬼道。若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，可算大道？三城主好大的谋算。不过萧某志不在此，在萧某看来，任何谋算都大不过银子。志不在此，还要银子，我就不明白了。虽然有别的用处，若不想给，那就算了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能拜我为师，我便让你统管雪月城的财务，如何？三城主好魄力，值得吗？这是雪月城的选择。月俸800两，不够。那你说多少？一共800万两吧，待我出城之日一并给我。800万两，你不如直接说让你当城主好了。好，成交。既然你心不在此，但是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的棋局已经摆好，我们所有人都是棋子，你我都不例外。那只是你觉得。少佐，醒了？我睡了多久啊？1天1夜了。这么久？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是要跟我道别啊？哟，这么想让我走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赔不起那800两，想赖账？不是，那个，哦，我找大师兄要去。去吧。那你等着。要什么呀？三师尊已经给他钱了，小心被他骗了啊！大师兄，这一句大师兄算是叫得名正言顺了。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呢，是你的三师弟。三师弟，在你拜师2师尊之后，萧瑟也被3师尊收入门下。虽说这雪月城内大家都是师兄弟，3位城主也只有我们3个徒弟，但是不管是从入门的先后，还是师傅的辈分，都应该这么办。你说对吧，三师弟？想不到呀，我竟然能和萧瑟兄弟成为同门。本来还想着这一路走来，你要跟我道别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谁跟你一直在一起？滚一边去！雷兄弟真是少年心性。我跟你们2个说，咱们3个就一起闯荡江湖，就像那3位老城主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也去搞搞天下第几当当。我觉得不错。我说雷无节，李寒衣让你第2日就去寻他，我看这第2日天都快暗下了。堂堂雪月城2城主，向来一诺千金，晚了1刻，你们这万山5祖的约定，怕是就不作数了吧？告辞。师傅，只身。为何来的这么晚？我太累了，睡过头了。跪下。哦。还真是个傻子，还不快行拜师礼！哦，弟子雷无节，拜见师傅。我怎么收了这样的一个徒弟啊？起来吧。哎。雷无节，弟子在。身为剑客，你可知道自己是为何拔剑？为何拔剑？有人拔剑是因为想做英雄，
想以一剑之威势平天下不平事。有人拔剑，是因为畏惧，因为他不拔剑，其他人就会拔剑。如果不想死，就只能拔剑。那么雷无节，我问你，你是为什么而拔剑？师傅，这个我还没有考虑过。那你当年为何选择练剑？那日我看见师傅长袖一挥，一柄火红色的长剑冲天而起，那一道红光竟将云彩都染得通红。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玄妙的剑术。那时师傅便问我是否想要习剑，我都没有犹豫，只因那刻一剑之美而震撼。对，剑是这世间最美的事物。你师父若不是见了一剑之美，现在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。可你说的是习剑，我说的是拔剑，两者却是不同的。习剑可谈风流，而拔剑就只能论生死了。生死是，江湖上生死倒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好像一言不合便要拔刀相向，刀剑把脖子一抹，死了便是死了。但我雷无节不认同这样的江湖。江湖胜败常见，生死又是何必？所以，拔剑可以论剑道，不言生死。你不想论生死，可如果别人对你拔剑，想要你死，那么你就这样去赴死吗？那我此剑名为听雨剑，是剑仙种种主所著，风雅四剑之一。为师赠予你了，就当是拜师礼。听雨剑。师傅，这剑肯定有问题。听雨剑它是有灵性的剑，它是认主的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听雨剑，那可是你初入江湖时得到的第一柄宝剑呢。看来你对你这个徒弟，还真是舍得呀。可是我这几日，不论怎么逼他，他都拔不出那柄剑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在跟你对决的时候拔出剑来？生死一刻，长剑怒出，这是最好的方式了。哎，怕就怕人不是为了自己拔剑，而是为了别人拔剑。不提这些了，你最近重拾医术了吗？看这些经络图做什么？我也收了一个徒弟，他阴脉受损，用不出武功了。这般严重？唉，是啊。我写了一封信给谢轩，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法子。哼，那个臭书生。哎，他要是真来的话，你可千万不能找他比武哦。你徒弟拔不出剑来，你不好好教他，怎么让他跑下山了呢？是我放他下山的，我想让他好好的悟一悟这拔剑的真谛。雷无节，是你，陆明轩师兄。哎呀，你小子跟着二城主上山修炼，一走就是10日，可让我好找。你欠我那300两银子，什么时候还回来？输了的人还有资格要钱？别给我丢人！你是雷无节吗？啊，我是尹落霞。啊，落霞仙子，久仰大名。今日怎么下山来了？你师父呢？我师父闭关修炼，让我先在山下待几日，别影响他。闭关？难道他又要来了？仙子说什么？啊，没事。明轩，晃来晃去的做什么？站没站样？听雨剑，没想到你师父把他传给了你。你知道他的来历吗？师父说，
这是他早年间的佩剑，但我怎么都拔不出来它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拔剑的理由吗？你别跑！嚯，你是比一直快。萧瑟，踏云部果然是天下第一轻功，可萧瑟没有半点内力，却有逍遥天境级别的高手所拥有的轻功水准。你给我小心点！知道你拔的是什么吗？这是云烟细棉，1000两银子一匹。管你是什么！风花雪月，确实风流。24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？此人身上的一扇一箫，方大爷拿的，乃是江南段家的至宝，应该是段家的少主吧？没错，他便是段家少主段宣义。他弟弟段宣衡，前2年进入雪月城学武。这一次，他应该是跟随他弟弟来参加这百花会的。看来段家这次对这个少主真是寄予厚望，年纪轻轻就把这扇子和长箫传给他。此人武功也不错，继承了段家的风雅之气。江湖上有不少女子对他倾心。风雅，我看是风流。谢兄，谢兄，多年以后再次见到他，感觉如何？他似乎变了很多。一个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入深渊，如何能不变呢？可有些人，不管经历了多少事，经历了多少岁月，都不会变的。你说的是什么样的人？比如，当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就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哦，对了，长风兄，怎么不见令爱呢？别提了，那个野丫头啊，只对舞刀弄枪感兴趣，不提她了。谢兄，你这次来百花会还满意吗？的确是难得的盛景啊，只可惜有美景没有美人，却是遗憾了。秀士3000，诗文满墙，这没有美人，这佳酿也变得无味了。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世家子弟，难道就没有一个入得了谢兄法眼的吗？能称得上美人的人，这世间可不多见呀。就像这雪月城虽大，我也只见过2个美人。第一个喜赌，第2个脾气特别大，而且他们都不来百花会。谢兄，你这句话当着他们的面去说吧。那可不敢啊。那小憨货怎么还没来？没想到你还挺关心他的终身大事啊。我也挺关心大师兄的终身大事，也不知道那天女蕊最近给你写信了没？宣衡，那位姑娘是你的师妹吗？我好像是没有见过，想必是来观礼的哪个世家弟子吧。哦，美人之怒，瞬间倾城。是他，他的师傅你也认识，齐天辰。钦天监见证。
她是叶宵英的女儿，你们之前应该见过面。哦，原来是她。待为兄先去略上一阵。大师兄，你失手了。别说话。这江南段家的饮水诀看上去功力不浅呀。别看他们，假装不是我们做的。本来也不是我做的。你们家的大弟子，我看是低估别人了。我们家的这位大弟子啊，以前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。前阵子出去了几个月，回来之后呢，倒是有了几分人味儿。这才没过几天，怎么就学会了跟别人家争风吃醋了？这俩人谁啊？一个是大师兄唐莲，另一个是三师尊新收的弟子萧瑟。唐莲，倒是听到这个名字很久了。兄长，切莫冲动。是强者，才有一战的意义。那边的唐莲师兄，据说唐门有道暗器，叫天女散花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？不知道的跳！真是，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。他这一来，就要把我这百花会给弄秃了。雷无邪，住手！这江南段家虽然比不上唐门雷家堡，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大世家了。这长子死在这里，不太好吧？不管是谁，都不能死在雪月城。控制不住这股剑气了。这才是真的风雅。这是若一剑舞，将军叶家在战场上所创舞蹈。这个剑舞分为上下两谱，上谱曰云门，若行云流水，闲庭漫步；下谱曰杀阵，杀气横行，千里可闻。这一舞，想必便是云门，只是有舞无乐。似乎有些可惜了。好琴技啊！的确是好琴技啊！子贡兄，我觉得我寻到了一个答案。你要的东西，
我会给你。真的？借小雨用。卢剑仙，谢轩，不用顾虑我，此生能见一次真正的若一剑舞，是我的荣幸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同喜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立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旁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沐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好巧啊，又见面了。虽然我不懂其中之事，不过这样的开场白，是不是略显得有点烂？烂到令人发指。是啊，又见面了。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哟，有故人要来了。谢兄，还不快跑！哎呀，今日能见到雪月城的少年子弟，才知道江湖第一城不是妄言呀。就此别过，就送你们几本书吧。哎，这个送你。这是若一剑舞虽然是好舞，但是杀伐之气太重了，你身体不好，不可常舞。此舞如惊鸿，所舞之时，就像鸿雁在高空翱翔一样，重柔美，少杀伐。多谢先生。喏，这个送你。前辈，这是什么呀？晚来雪。这个是江南才女谢飞轩所著，情之动人，据说连宫里的娘娘都看哭了。啊！你学学里面的主人公，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可别再说这么尴尬的话语了啊！我常常听你师父抱怨，他说他收了一个假正经的徒弟，可是我刚才听你朗声高歌，却颇有你师父年轻时候的风采。这本书给你，你师父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看。我只学习了师父的武功，没有学习他的酿酒术啊。这期间的滋味啊，你自己去品吧。谢谢先生。哎呀，你应该不希望我唤你那个名字吧？但是你我终究也算是故人了。谢轩先生，看你现在慵懒的样子，我都快想不起来那个在学堂中肆意妄为的少年郎了。外表可以骗人，但是琴声骗不了人。心中意气，琴声尽显，我很欣慰。我不明白先生的意思。你不必明白，我只是很高兴，我没有看错。这本书送给你，这是我自己写的，但是名字还没有想好。你如果看过之后想到更好的名字，你就自己写上吧。长风兄，有的人
这辈子都不会改变的。多谢谢兄了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我才刚来，你就要走？就真的这么怕我？相见不如不见，不见如相见，眼虽不见，心已见。死书生，凶女人！师傅，晚上好啊。刚刚我在苍山上，忽然望见此处有一道剑气，这一剑不错。师傅，你夸我呢？但是，是谁允许你下山的？你怎么会在雪月城中啊？别动！你装什么糊涂？我就不信你不知道我在雪月城。在与不在，又有什么区别？那赢与不赢，又有什么区别？我收了个弟子，他的资质，放眼天下都找不到第二个。我相信，他一定能够担起我复兴无双城的重任。我虽然输了，但是我的弟子绝对不能。复兴无双城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打败雪月剑仙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那我呢？我就不重要了。对不起。打你个负心汉！你什么你？我打的就是你！臭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谁让你欺负我师傅？今儿小爷不打断你的狗腿，小爷我跟你姓！哼！师傅，等我逮着他，替你样他！下次再敢来，继续打你！师傅，您又输了。输了，这次输得很彻底。我与李寒一的距离，怕是小溪与长江的差距了。以后，我再也不会去雪月城找他比剑了。没事儿，您输的，我帮您赢回来。这一次，我见到一个人，他说他叫雷无节。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，好像没什么名气啊。以后你便会知道。难得你这个记性，还能记得住一个人的名字。因为他很特别。我那天见到的人，都很特别，我都记住了他们的样子。他现在是李寒一的弟子。我试探了他的武功，跟你相比，还差一段距离。我对李寒一说：“我的弟子5年之内必成剑仙。”可他却说，这个雷无节只需要3年。看来，他对这个弟子是寄予了厚望啊。你已经能控制10柄飞剑了，好。既然雷无节3年成剑仙，那我就1年成剑仙。去。上。
无双城能重回巅峰之境，就全靠你了。师傅，我根本不想做什么无双城城主，我只是喜欢练剑罢了。不过既然师傅想让我做，那我做便是了。好了，随我回无双城吧。嗯。那个人是宋彦辉，我打了无双城主。那个人是宋彦辉，我打了无双城主。我的天哪！完了，完了，怎么办？你师傅呢？宋彦辉走了，昨夜就走了。你怎么到哪儿都戴着这个破面具啊？难看死了。这10几年来，你的容颜没有一丝变化，戴着面具还能养颜，这可真是稀罕。你若那么在乎他，为什么不跟他去无双城？他的心思不在我身上，我去不去都一样。昨日我……雷无杰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他受的伤不重，休息几日就能好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跟雷无杰说你和他的关系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当初送他去雷家的时候，只不过是一个3岁的幼童，能否记得有我这个姐姐，都还两说。更何况这些年，我一心都在练剑，都没有去过雷家看他。我这个姐姐，也真是够不称职的。不过现在这个样子，其实挺好的，真的。这算哪般好啊？那日我劝你去找赵玉珍的时候，你也是这般说。那是不同的。我所练的止水剑法，要求心若止水，而他……他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在几位天师的帮助下，已经恢复清醒了。但是，若想要恢复寻常，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那这几日，是不是还是无人打扰比较好？掌门说，若是被人打扰，很有可能会再次走火入魔。那好，那烦请吕掌教跟他说一声，我来过了。现在这个样子，对我们俩都好。你这个样子跟那混蛋一样，要不是我打不过你，真想揍你一顿。真是的。唉，终于能随心所欲地操控这把听雨剑了。不过，不对，都说了不是用力气拔。总觉得哪儿怪怪的，就好像漏了点什么。哎，萧瑟，大师兄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要过来？想来是进入20尊止水剑术的第1重了。不像某些人，跑路的功夫那是越来越快了。大师兄，你可敢与我一战啊？有何不敢？
此剑，雪月剑仙所传，月溪花尘。你说这叫月溪花尘，二师尊可同意了？哎，大师兄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师傅，这两日跟着师傅练剑，稍有差错，那真是当头一棒。不对，哎呀，小杰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刺剑的时候要平，你这是三才剑法吗？小杰，小杰，你别哭啊，小杰，姐姐给你买糖葫芦吃好不好？刘不杰，刘不杰，傻小子，你发什么呆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恍惚间觉得师傅打我那一下有些熟悉。还真是个傻小子，被打的时候疼，现在又回忆起来被打的滋味。哎，对了，二师尊他去哪儿了？师傅每日都要去山间练剑，除了每天早上看我习剑之外，基本上都不见人影。但是到了饭点儿的时候，回来的倒是挺及时的。哟，你这是在抱怨？哎，我可不敢啊！我现在就只想，要是哪天不练剑了，就下山去当个厨子去。哎，算了，你们俩找我干嘛？我们找你有2件事。什么事儿？第一件事，你师叔雷云鹤数日前又上了一次望城山。同样是1指破开上山路，2指掀了乾坤殿，这3指夹住了赵玉珍的青霄剑。据说2人大战1夜，期间整个望城山上天雷震动，暴雨狂鸣。除了6大真人留在山上观战以外，其余的人只能下山避其锋芒。之后，你师叔乘鹤离去，赵玉珍也亲口承认，这一次雷云鹤没有输。那就好。那第2件事呢？第2件事，关于一个人。谁啊？叶若依。谁啊？不认识啊。不，你认识。你不仅认识，他还给你手帕，让你擦鼻血呢。你提他干什么呀？我又没问。行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继续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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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叶若依是和我同一年来到雪月城的，她是当今镇国大将军叶孝英的女儿。大将军的女儿？那她来雪月城做什么？养病。具体什么病谁也不清楚。3师尊他医术了得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却依然没有好转。据说钦天监里的天师们也帮他看过病，但都没有用。想来这个病也没那么简单。先别想这些了，我就问你，想不想认识他？认识啊。 3日后是雪月城1年1度的百花会，到时全城的弟子都会参加，平时不出门的叶若依也会来。你要不要去？这百花会，师傅他会去吗？这件事千万别告诉你师傅。3师尊说了，谁来都有可能，李寒衣千万不能来。为什么？大概是害怕你师傅一出剑。 然后百花会上的花全都给毁了。那这百花会是做什么的呀？比武吗？百花会上不谈武功，只谈风雅。参加的多是一些年轻一辈的弟子，吟诗作对，把酒高歌，算是我们雪月城1年1度的盛事了。这把酒还行，吟诗作对，我不太懂啊。而且咱们习武之人，吟诗作对的话。 是不是显得有那么一点娇柔造作了？怎么，那吴昕在于师传你拳法之前也吟了一段诗，你觉得矫揉造作吗？哦，也是啊。这吴昕的确是个妙人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
这家伙可不简单，当日顿悟6通之术，就能与那无双城的无双一战。这么久过去了，想必功夫更加精进了吧？宗主，段晨义的余党及其家眷已尽数擒拿，请宗主发落。将他们逐出天外天即可。是。嘿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这才过了1日，你怎么又逃下来了？自从我接了我姐3剑之后，便不用在苍山上继续练剑了。我姐说，只要我每日花几个时辰专心练剑，剩下的时间可以在雪月城自由安排。嘿嘿。摘下了师傅的面具后，相认了姐弟的身份，倒是变得宠溺起来了。看来这天底下的姐姐都是一个样子，雪月剑仙，也不能免俗。哎，你怎么对雪月剑仙是瓦解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呢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你是雷门的人，李寒一是雷梦莎的女儿，你们本就是血亲，只是关系亲疏的问题罢了。传闻新剑传人李新月是江湖4大美人之一，且极为聪慧。怎么就有你这样的傻儿子呢？哎，那不是还有我爹吗？哎，我爹雷梦莎怎么样啊？战场之上身披银甲，脚踏神驹，是个鬼神般的人物。那战场之下呢？话痨起来闯祸，琅琊王对其十分头疼。哦，我就是我爹，不对，我随我爹，我姐随我娘亲。所以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哦，对了，你对雪月剑仙是我姐这件事情不感到惊讶，我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让你惊讶到下巴都掉到地上去。是吗？萧老板，我天下白小。能让我惊讶的事，可没几件。千落师姐要嫁人了，哎，你看，是不是很惊讶？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？那自然是听我姐说的呀。所以千落最近忙着找夫婿，哪儿来的夫婿啊？她最近抓紧练武呢。刘姐，我有点不太习惯我们现在的对话方式啊，总感觉你我的身份好像反了。以前那个平时一问三不知的人，不应该是你吗？哎，那是平时我都让着你的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我就一口气说完。这事儿就要从3年前开始说起了。那年千落师姐及笄，江南段家少主前来求婚，请了10个门派的长老，段家上下3辆马车的聘礼来雪月城订婚。那3城主自然是看不上段家那小子了，于是想了一个缓兵之计。莫不是比武招亲？哎，你不是不知道吗？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猜得出来。啊，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是比武招亲，而且算到现在，就是3日之后。既然是他们比武招亲，司空千落亮我做什么？唉，那是因为千落师姐又加了一条规矩，说那人必须还得打得过她才行。那段家自然是不同意了，说什么女子嫁夫须得温婉庄闲，不应该执迷于舞刀弄剑之事。于是呢，这条规矩就做了一些变更。若是雪月城的弟子拔得头筹，就还得过师姐这一关。明白了，这司空千落压根就不想嫁，他是让雪月城弟子先赢下来，他再上去把人给挡下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们这一个个家伙，平时不好好练武，一到关键时刻，就这么不堪一击。千落师姐不仅自己勤学苦练，还帮其他弟子训练呢。击败那个姓段的没什么难的，我那天看到他出手了。他最后一道暗器虽然将唐莲逼入绝境，
但其实是因为唐莲不愿出手伤其性命，故意放手。哦，若论实力，唐莲远在他之上。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夸我呀？哎，大师兄。我只是阐述事实罢了。哎，既然你们大小姐遇到了大问题，你这个做大师兄的，是不是该出手相助一下？我不能出手。为什么？若我出手，最后就剩下我跟千洛一战。以雪月城的威严和千洛的性格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自然不能像登天阁放水雷无节一样放水千洛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，我跟千洛早已如兄妹一般，总不能真的让我娶了她吧？哼，哪那么多理由？我看你就是怕参加比武大会，被天女蕊知道了，破坏你们俩的感情呗。你再乱说，我可揍你啊！我相信大师兄是真心的。还是雷师弟懂我。相信什么呀？对天女蕊是真心的。我看你小子也欠揍了。哎，我不说。不对，我不能去，雷无节你可以去。那我不行。为什么？那我说实话，要是若依姑娘知道了，她以为我中意的是千洛师姐，到时候我解释不清啊。那你想多了，人家叶姑娘根本不会在意的。万一呢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我们在聊，想让雷无节帮你打擂台。啊！本小姐的事儿，要你多管闲事儿。千洛，千洛，我忽然有个想法，雷无节。大师兄，看到此情此景，就连我都很难不产生这个想法。小四，别跑！这才刚刚消停几天呢，又开始了。我这个女儿啊，我倒不这么认为。他们这个年纪，越喜欢一个人，就越喜欢跟他作对。只可惜3天后的比武招亲，我还没有想到一个万全之策。实在不行就耍赖吧。耍赖这个事儿，大城主老干，你不妨试一试。他耍赖是因为有我在后面给他收拾烂摊子。我要是耍赖的话，那整个雪月城的威严可就荡然无存了。难不成真的让千洛嫁出去了？千洛要嫁，一定要嫁给她自己喜欢的人。这个事情交由我来办。我左看右看，整个雪月城能够出战的，确实是你那个弟子，骆明轩。哎，师傅，你怎么突然来登天阁了？我来看看我的好徒儿有没有好好习武啊。放心吧，师傅。最近呢，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仙人六伯，越看越有几分门道了。相信我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能悟出其中剑法的奥妙。你别看那些人一个个现在威风凛凛的，等我成了剑仙，定给师傅你争光。现在就有替我争光的机会，去不去？师傅，你该不会让我替千洛师姐打擂台吧？我可不喜欢她，她那杆枪那么厉害，我想想都害怕。怕什么呀？女孩嘛，就是嫁了人以后才会变得温柔。以前千洛的娘亲是很厉害的，千里奔袭，追到司空长风以后，一脚就把她从马上踹下去了。可是后来呢，还不是雪月城最温柔、最美丽的女人？那我还是觉得师傅你更美一些。就你胡诌！你入城拜师的时候，千洛娘亲已经走了，你根本就没有见到她。说吧，为什么不愿意打这擂台？我已经有心仪的姑娘了。心仪的姑娘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好啊，你个骆明轩，有心仪的姑娘第一时间不告诉你师傅我？师傅，没有师傅，我心仪的姑娘她又不心仪我。师傅，你别这么激动。快说，哪家姑娘？我帮你参谋参谋。哎呀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师傅，你别老问我了。
哎，我还在练功呢。哎，你别打搅我。师傅这是受司空长风所托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他们都打下去，然后你输给千洛不就得了？真的可以这样？这次稍稍不这么卖力，不就输了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搞定了。好。怎么，不高兴的样子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。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有贵客要来雪月城。既然是贵客，又为何一筹莫展？因为这位贵客，他姓萧。此时此刻，雪月城应该收到信了吧？殿下，你说雪月城收到信件后，会不会把萧楚河藏起来？雪月城或许有这样的想法，不过以楚河的性格，他是绝对不会再躲藏起来的。可是他已经藏了很多年了。他既然选择了踏入雪月城，就不会在意被我们发现，更不会再示弱了。难道殿下还真的想把萧楚河带回天启城吗？本王身上可是带着父皇的口谕。可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藏民深知殿下重情重义，可还恳请殿下好好想一想，这萧楚河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雪月城，又怎会引得司空长风要亲自点名收他为徒？雪月城以前是效忠琅琊王的，萧楚河他也一定会利用这一点，请殿下恕属下谏言。萧楚河夺嫡之心昭然若揭，他若是回到了天启，很多事情本王无法改变，更何况城中的那个人，或许真的不是楚河呢，真的只是萧瑟，一个客栈的老板。殿下，起来吧，给雪月城再传封信。此行我们入城，不能加以任何阻拦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我们悄悄地入城，去会会这个叫萧瑟的男人。唉，这司空千洛的武艺现在可真是惹不起。你明明可以再躲，怎么放弃了？我若是想脱身，这袖子怕是废了。光这袖子，200两银子呢。你就为了一条袖子，命都不要了？一看这龙须针就知道是大师兄大驾光临了，还打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在这外面被追了1日了，难道回来屋内还得接着跑不成？这平日里只知道你的轻功卓越，今日一试探之后，才发现你的反应跟敏锐也是一绝，只是没有内力罢了。说这个干什么？哎，我和大师兄白日里做了一个决定。别说了，你们的决定我拒绝。你都还没听呢，怎么就拒绝了？因为我已经猜到了。啊？此行一路走来，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。大师兄，你莫不是想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吧？我们只希望萧老板为我们雪月四杰的情谊做出一点牺牲。什么雪月四杰？哎呀，我取的名字，真难听。相信我，我们的计划万无一失，简直天衣无缝。上啊！打他，打他！你还真当热闹看了？现在还能再看看热闹，一会儿怕是要针锋相对了。千洛，这么多上场的弟子之中，有一个你能看得上的吗？
这些人的武功，在我手上3枪都走不过。挑选夫婿也不能专看武功啊，长相呢？长相，连雷无杰都比他们强100倍。雪月城弟子胜。兄长，你看下面这些人，没一个是我的对手。无趣的游戏到此结束，我先去替兄长略阵。这是谁啊？段家豪子。段宣衡胜。我是个瞎子，我看不到你，而你却能看到我。怎么？既然都见到了，也不唤我一声吗？参见白王殿下。你就是这么叫我的？我只是一介庶民，见了当今二皇子白王殿下，还能怎么叫？毕竟叫错是要杀头的。那你可知道，白日见我不贵，也是要杀头的。我的头就在这儿，殿下若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你说话不像从前那般锋锐了，就是有些有气无力的。不过你耍赖的样子，还是像从前一样。还是唤我一声二哥吧，好多年都没有听到了。我叫萧瑟，只是一间普通客栈的老板，没有资格唤白王殿下为二哥。那好，雪落山庄萧瑟。草民在，接旨。接旨。接旨。奉圣上口谕，赦免六皇子萧楚河过去一切罪错，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赏黄金1万两，珠宝100箱，即刻速回天启城复命。还不谢恩？我拒绝这道口谕。你敢不接？我就是不接。为何不接？赦免六皇子过往一切罪错。我的过往何错之有？虽然看不见，但我也能猜到此刻你的神情。既然殿下猜到了，那就还请殿下将这道口谕带回去。听完口谕，你还是不肯唤我一声二哥。看来你是真的不打算回去了。殿下难道希望我回去吗？当年我离城而去，有一人提剑而来，正是怒剑仙叶战天，当世5大高手之一。据我所知，他也是殿下的授业恩师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并不是我派他前去的。并不是你派去的，那他去前你是否知道呢？是否知道又假装不知道呢？所以你认为你的伤是战天师傅造成的？就算最后一剑不是他出的，倘若他不在，很多事情都不会被改变。罢了，很多事情还是回天启城再说吧。本王给你3日时间，
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是否要接下这道口谕，同我回家。殿下，我在外面都听到了，这萧楚河如此大逆不道，直接上报陛下，让陛下收回成命，然后再重治他的罪。桑明，这些话你只能同本王说。为何？记住，我与他并无恩怨。可当年那块糕饼是他的。当年我们只是孩子。最近雪月城还真够热闹啊！是啊，先是有人闯进登天阁顶问见雪月剑仙，再有这百花会，如剑仙亲临礼赠四方，再加上这比武招亲，把尊贵的白王都给引来了。可你知道，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。哼，那感情好啊！你现在就去替我把白王给我赶出去。嗯。这有何难？当年我一剑逼得他老子都跟我立约，一个王爷罢了，我去就回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呢，你何必当真呢？你干嘛总是把雪月城满城上下的脖子全给提起来呀？这个白王啊，他来只不过是想带走一个人。消息传得还真快，既然皇帝想让他回去，应该已经赦免了他的罪，这是好事啊。其实萧瑟最想赦免的不是他自己的罪，而是琅琊王的罪。这不可能，琅琊王案当年已经是个死案，明德帝不会愿意做出任何妥协。是啊，这是一个死局啊。叶姑娘，叶姑娘。司空城主，二城主，叶姑娘，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？我准备去药房取些药材，路过此地便来见见城主。哎，我那个丫头啊，要是有你这般懂事，那可就好了。怎么样，叶姑娘，身体恢复得如何呀？比来之时好了许多。嗯，看来我的医术还是差几分火候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唐老太爷那边有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够根治你的病。这样吧，你让唐莲抽空带你去一趟唐门。劳烦城主费心了。去吧。他已经在外面听了很久了。反正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儿，听就听吧。她是大将军叶笑英的女儿，叶笑英知道的越多，事情就越复杂。但她曾经是萧瑟的好朋友。可从萧瑟入雪月城以来，他们两个似乎从未说过话。所以，他是最了解萧瑟的人，而现在的萧瑟，最不想提及的就是他的过去。而叶若依，他所背负的正是萧瑟的过去。晨光幽谷乡，是若依姑娘吗？许久未见了，二皇子殿下。若本王没有闻到叶家独有的晨光幽谷的香味，那么若依姑娘是否打算就这么走过去了？我已很多年没有见过殿下了，方才觉得面熟，却也不敢相认。我听说若依姑娘一直在城中养病，身体可有好一些？司空城主医术高明，若依的身子比以前好了许多。那便好，你与楚河自幼交好，能在此城中重逢，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吧？啊，楚河哥哥，他不是失踪很久了？
哦，你没见过他吗？我向来一人独居在这别院中，平常从不与城中人来往。今日是过来取些药材的。他来此城已经许久了，此行我便是来寻他的。那殿下来寻他，是要抓他回去吗？抓？我是要将他带回天启。父皇已经免去了他所有的罪错，他之后还是北离的六皇子，永安王萧楚河。啊，那便很好呀。但他拒绝了，我给他3日的时间，你与他自由便交好，帮我劝劝他。以楚河哥哥的性子，决定了的事情，便很难改变了。但在我知道的人中，能劝动他的，你是为数不多的。那若依试试吧。多谢了。你已经知道姑派人去找楚河的事了？是陛下故意让臣知道的吧？是啊。楚河当初和叶将军交好，姑在想，若叶将军知道了楚河的下落，或许能助姑一臂之力啊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现在既然愿意现身，或许他愿意回到天启了。叶将军真的是这么想的？哼，我若是陛下，就不下什么旨意了，直接带着军队把雪月城给围了。哼，呵呵。这确实是叶将军的行事啊，可是姑害怕逼得太急了。哼，以那孩子的性子，他又要对抗姑了。唉，这几年，姑禁不住总要想起过去，对楚河的愧疚，也是越积越多呀。偏偏这孩子又是个倔脾气。姑没有找他，他竟然4年消失得无影不踪。姑害怕错失这次机会啊。姑想要把楚河带回宫里的事，怕是瞒不了多久，还需叶将军替姑多费心了。是，陛下放心。退下吧。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陛下让白王传了道口谕，召萧楚河回天启。我早就猜到了。这个人真要回来了吗？那也未必。你的选择是？泰安殿牌匾上，龙峰卷轴内，写的谁的名字，我的选择就是谁。可那卷轴上还没有写字。而我们可以最终影响写在卷轴上的名字究竟是谁？我提醒你们，武大剑奉命行事，不要说大逆不道的话。
哎，我只是说影响，又没说指定。锦仙太过敏感了，不是？锦言说的没错，若是以前，我们可以等圣上来定夺。但六皇子萧楚河重新出现，这一切全变了。我知道，你们中间有的人是白王的授业恩师，有的人是赤王的门中贵客。萧楚河的出现对你们来说，是最大的威胁。嘘，你不该在未和我们商议之前就把消息告诉陛下，更不该还没搞清楚那个人是否是真的萧楚河的情况下，没错。告诉我们，于师国那事的原委，那人是萧楚河的可能性究竟有几分？你们没有这个资格。嘿，皇子之事，岂是尔等可以随意议论的？大见。白王说他是奉皇命要带你回去的，不过看着他赖着不走的样子，你应该是拒绝他了。那三城主觉得，我是不是应该拒绝呢？我不知道他提了什么条件，不过看他的样子，从他的口谕中，应该有着让很多人都惊讶的条件。对，但也有让我不得不拒绝的理由。唉，三城主是不是觉得我应该跟着一块儿回去？我理解你心中的坚持，不过我觉得，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，会使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，于你父皇，与过去的那件事情，都有很多好处。没错，父皇已经做了很大的妥协，以他的性子，能让步至此已是极限。听说白王给了你3天时间，怎么？三城主难不成也成为他的说客之一？我司空长风从来不会做任何人的说客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，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决定。我当然知道。好，那我便不打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觉得我的女儿怎么样？枪法不错，得了城主真传。嗨，谁问你枪法了？我是说，她的容貌。哦，容貌得了娘亲真传。那性格呢？性格嘛，自成一派，不过还挺特别的。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，会使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，于你父皇，与过去的那件事情，都有很多好处。3日。无心啊，怎么每次我心烦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呢？说明萧老板心中还是信任我的。心烦意乱，只有见到至交好友，方能安神静心。在我的梦境当中，你还是这么自恋。我也不晓得，萧老板心中所烦何事？
一件纠缠了很久的事，也坚持了很久的事。有些事情坚持很久，并没有必要。或许换个方式，会走得更加长远。你也这么觉得？而有些事则不然。世人皆认为不值得，也要坚持；一直看不到希望，也要坚持；就算到死，也要坚持。这样的事很少，但我想，以你的性格，一定会遇到。无心，可解了你心中疑惑？笑话！我只说过心烦，但我从未有过疑惑。白王殿下来到雪月城有几日了？算上来的那一日，已是第4日了。可如白王听闻般的那般有趣啊？比本王想象的要平凡一些。雪月城其实就是一座很平凡的城，只是江湖上有很多人赋予它太多额外的意义。不过，也正是因为它的平凡，所以才显得很特殊。这雪月城乃是100年前几位绝世高人建立起来的避世之所，只不过现在被太多人所注意，这背离了那些前辈们的初衷啊。身处凡尘，谁能真正的避世呢？当年城主还是朱雀使的时候，可是一枪扫荡了半个天启。唉，那都是从前的事情了。可是从那以后，城主似乎已经有20年没有回过天启了。白王，您是想问我，是否会像当年支持你父皇那样，支持萧瑟？不敢妄言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支持过你父皇，我所支持的，始终都是琅琊王。怎么，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大逆不道啊？是，但我就是说了，你向你父皇告状去吧，他也不敢说什么，因为这就是事实。就好像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也可以回答你，是。只是本王没有想到，城主的回答如此果决。我雪月城做事向来果决，但我所说的支持，并不是支持他去抢夺什么，而是支持他所有的决定。就好像他现在在雪月城做一个账房先生，哪怕就是做上一辈子，我也是支持的。毕竟这萧瑟算起账来，真的是一绝呀。本王明白了。楚河，3日期限已到。那你明日岂不是就要回去了？得到你的答案，我便会离开。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这个条件确实很难让人拒绝。你我都了解父皇的脾气，他肯下这道口谕，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。其实只要我跟你回去，我便从此不用再流浪江湖，我就可以回到天启城，回到我那处真正的雪落山中。我可以每天都去碉楼小筑饮酒，去千金台豪赌，去碧波湖观景。就连我这一身内伤，也有最好的医师帮我调理，最好的药材供我滋养。自然，甚至就连我最想查清的那件事，也有更多希望去调查。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答案，回到天启城之后，做什么，由你自己来决定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答案。我萧瑟拒绝这道口谕。为什么？你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多值得回去的理由，却仍旧拒绝了。
因为我一旦跟你回去，便等同于认同了我过往所做皆是罪错。既然我过往所做都是罪错，那便相当于这世上唯一能为琅琊王叔平反之人也认错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琅琊王谋逆一案，御史台早已结案，琅琊王也已伏诛。这意味着琅琊王叔一生清白，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将荡然无存。他将背上叛国谋权的大罪，被钉在我北离朝的耻辱柱上，生生世世遭人唾骂。你一人坚持，有何意义呀？有我萧瑟坚守，那至少这世上还有人为其反抗。这样，琅琊王叔当年不惧生死，拼杀于战场，救黎明苍生于水火的壮举，就还有意义。没错，就我一人，那又如何？除非我死，我这辈子都不认错。抗旨不遵乃是死罪。那你敢杀我吗？你若是敢，现在就动手；你若是不敢，就回去找你的父皇，请一道取我首级的圣旨来。殿下，带他走。是。你又何必要演这出戏呢？再来！萧瑟，走。殿下，方才萧楚河所言何意？本王临行前曾经答应过父皇，一定要办成此事。但从遇到他的那刻起，本王便已经猜到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为何？因为他身上的锋锐，并没有消失，所以本王就演了一出戏，等了他3日。终于在方才，老六配合本王演完了这场戏。所以说他是故意借的这一剑。不错，以生死相抗，本王就没有理由再逼迫他了。父皇那边，本王也可以交代了。殿下早就想到这一层了。谁又真的想让萧楚河回到天启城？那些年，所有的皇子都成了他的陪衬。本王好不容易找到一次机会，不能再错过了。是藏民鲁莽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本王也开始算计得失。老六比本王早知道这些，却从来没有改变过。白王来得匆匆，去的倒也迅疾。既然事情已了，就不多打扰城主了。白王很像当年的景裕王啊。父皇当年的封号，不敢妄提。哼，只可惜，萧瑟一点都不像当年的琅琊王。是吗？听很多人说，老六的风采跟当年的琅琊王一样。哈哈哈哈！那可大不一样啊！琅琊王是个君子，凡事喜欢讲道理，以大局为重。老六呢？哎，去他的什么大局为重！我开心，我舒心就行了。本王明白了，告辞。请。
殿下，少汉那边的消息已经到了。一切顺利吗？少汉说一切按计划执行。好，那么此行我们就先去一趟无双城。有客自远方来，愿拜会叶宗主。雷无节，哎，来了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萧师弟。我是你师兄，再敢叫一句师弟试试？千洛师姐，你打我萧兄弟干嘛？萧兄就萧兄，哪多个弟子？雷无节，这没你的事儿，撒手。哎，你是不是想说要打我的萧兄弟，得先问过我？好，我今天不打你的萧兄弟了，我打你。我倒要看看，能让雪月剑仙收为弟子的人究竟有多特别。小四，打不过啊！你把他给我打趴下，我给你800两。啊，8000两。我把我打趴下，今天你们两个谁都跑不掉。小四，你到底怎么招惹他了？谁没事招惹这种人啊？萧四，你说清楚，哪种人？就是那种整天追着男人跑不要脸的人。你，雷无节。这都留不住人，太委屈这把银月枪了。刚才那一下肯定能留住他们的。嘿，你可别逗了，刚才那一枪你是故意丢歪的。不止今天，过去4天，每一天都是扔歪的。哦，好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。他们。应该没追来了啊，没受伤。没事儿。哎，这可是云烟细棉，很贵是吧？倒也不是，主要这个不吸血。哦。走吧，带你去找点水擦一下。走。快点！路过此地，冒昧拜访。是他。是他。雷无节，你流鼻血了。用这个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这是逻辑，这条手帕至少80两。不用，真不用。姑娘，你那2个家伙应该就在这附近吧？糟，他怎么追得这么快？哦，等一下，你们去我房间吧。哇，雪月城处处都是高手啊！走。哎。叶姐姐好啊，千洛姑娘。叶姐姐可有看到2个臭小子逃到附近啊？是什么样的2个臭小子？一个穿着红衣，拿着剑，
一个穿着青衣，反正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人的样子。啊，倒是没有见到。若是见到了，会告知千落姑娘的。这2天天气有些转凉，叶姐姐身体不好，就多在屋子里歇息吧。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叶姐姐好好休息，我过2天再来看你。师傅，你怎么从来不去参加百花大会啊？再美的花，看了10几年也就看厌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就是读书个剑仙的谢轩啊？还真如传闻中一样，儒雅又霸气。哼，死书生。他还送了我本书，叫《晚来雪》，但他送给别人的书都挺特别的，我的那本好像听竹书轩就能买得到。你喜欢那个叫叶若依的女子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她长得好看。就这一个原因？好像也没有别的原因了。哼，你也倒是坦诚。师傅，我说她长得好看，不是因为我喜欢全天下所有漂亮的女子，只是我见她的那一面，就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了。但仔细想想，我不了解她的过去，也不知道她的性格，连她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也不知道。想来想去，或许也只有那一眼的心动吧。又或者是，她长得好看，可是长得好看的人都喜欢骗人。哎，师傅，您这么说，您被漂亮的人伤过？师傅说，这漂亮的人都会骗人，果然是真的。师傅，我错了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随我下山。啊？那我便1年后再来。哎。2个月之后，我与你试剑。3年后，你便成为剑仙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约定了？哎，师傅，你等等我呀！谢轩先生是你找来的？是的，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他说他最近正在修习一门武功，能够对你有益，我便把他邀请到雪月城，把这门武功传授给你。谢谢。你不用谢我。谢轩和你我的交情都很好，但是想要让他传授武功，仅凭这些交情是远远不够的。他的武功，只教他让他觉得能够配得上他的人。你刚刚抚琴的时候，他才做出了这个决定。看来此书真的有奇效，3言2语，你便看出了一些门道。真切流转，万法通行。谢轩先生给此功法命名为流转。看来谢轩没有骗我。他说你照此功法修习3年，你的功力就可以慢慢恢复到从前的大半。再加上我的药理之术，就算胜过当年，也是指日可待。但是你要切记一点。什么？虽然他在书上没有提到，可是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你很快就会发现，流转之术不但可以帮助你慢慢的恢复功力，还可以帮助你短暂恢复到最强的力量。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便会前功尽弃，甚至还会有性命危险。短暂的恢复到鼎盛时期吗？3年的时间，其实并不长。确实，我在那客栈都待了不只有3年了。
但是术法，术在先，还必须要有法。什么是法？法便是你的心，身体上的病可以医治，可是内心的呢？我知道那件事情对你伤害很大，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坚强地走出来。阿爹，哎，钱罗啊！阿爹，怎么不等我回来，百花会便结束了？哎，你这个丫头哎，爹喊你的时候你不理爹，现在大家都走了，你又怪我们结束的太早。哎，你这个丫头！我听说如剑仙前辈也来了，还给每个人都带了本书当礼物。我的呢？你的，当然有了。来，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。哎，这丫头啊，怪我传授给她的枪法太过刚猛，所以就缠着我要。阿爹。燕回，这些年你做得很好。大长老，还请有话直说。这些年，无双城从没落到重新崛起，全靠燕回你的操持。你是中兴之才，但是无双城现在需要的却是一个开疆辟土之人。哦，一个野心勃勃的人。对。今日起，城里的大小事情，你就不用再操劳了，交给松涛负责吧。师兄，好久不见。这无双城城主的位置，我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兴趣。但是，松涛，他没有这个资格。你说什么？松涛当年的武功便不如我。所以他才出走无双城。如今你们把他找回来，不过是因为他更容易控制，更愿意听你们的命令行事罢了。燕回，你逾矩了。我这个城主可以不做，但我要推荐一个人，我该有这个权利吧？当然。就这小子吗？就你这小毛孩也想当城主？先和我试下刀吧！确实是个小毛孩。无双，来了，师傅。无双剑侠，就是你这个小屁孩。大叔，你哪位啊？叶松涛。哦，好像也没什么名气呀。你就是没什么名气，这回你没记错。无双，下面你就和你的师叔比试一场吧。倘若你赢了，你便就是无双城的城主了。好了，知道了。那就比吧。你站在那里，我们怎么比？哼，没见过世面。云梭、冰霜、风萧、绕指柔、玉如意，陪这个大叔好好玩了。杀伤。来的是何派弟子？啊，原来是贵客莅临，三城主已经交代过了，有请贵客入城休息。这雪月城今日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？为何街道上空无一人？今日是我们三城主千金比武招亲的日子，大家都去看热闹了。此刻三城主应该在演武台看比武招亲呢。比武招亲？对，
臧明，臧明在。难得碰到这样的盛会，我们去看看。好，走。慢点。小色，你快下去吧。跟这种人打，脏了我的手。现在再不上，怕是来不及了。对啊，你看，没人应战了，这都没人上啊。小色。 骆明轩，雪月城最美长老尹落霞座下弟子骆明轩，前来应战。哼，原来骆明轩一直也暗恋千罗师姐啊，在这危急关头挺身而出，拔得头筹，着实是令人感动。是啊，这我倒是没有想到，这个骆明轩一直跟着他师傅混，平时跟我们也没什么交情，没想到啊！那就好好看他的表现吧。你好像很有信心的样子。要不要咱们下个注啊？我赌我赢，100两银子。好，那我赌你死，200两。哎，小子，你觉得他们2人谁会赢啊？骆明轩吧。为什么？他这赤手空拳的很吃亏啊。这个骆明轩学的是落霞断焰掌，长江都断开，何况是一把破长剑。哦，说的也是啊。看来这一次是骆明轩要跟千洛师姐成亲了，真是遗憾。你遗憾什么呀？哎，那我当然是希望你和千洛师姐成亲了。你们俩这么般配，你看啊，千洛师姐性格直爽，你一肚子坏水，你们俩要是结合了，才是人间正道呢。滚！真不可思议！雪月城弟子骆明轩胜，承让了啊！段家段轩逸，请指教。这家伙来了，他很厉害吗？在这年轻一辈当中，有绝对胜算的也只有唐明。单看方才骆明轩那一掌的威力，胜算也不小。哎呦，段家少主，久仰大名。你能胜过我弟弟，也算有几分能耐。可我这一关，你过不去。怎么回事？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骆明轩中毒了。啊！看起来不对劲啊！师兄没事吧？师傅，怎么样？师傅，对不起，是徒儿大意了。原来这场比武招亲，雪月城长老也可以下场吗？我替我徒儿认输，这场段家段轩逸胜。尹长老，我看一下，此毒为3寸蛇心，并不会伤及性命。尹长老放心，半个时辰之内，我必将此毒化解。那便多谢了。可还有人愿意上来挑战？卑鄙无耻之徒，还敢这么趾高气扬的说话！哥，连骆师兄都败了，我们之中还有谁能打得过这个段轩逸？就是啊，简直太无耻了，居然中毒！殿下，我们可能来晚了。哦，难道已经结束了吗？似乎是的，应该不会再有人上台挑战了。千罗，段轩逸不是雪月城的弟子，你不能下去挑战的。可阿爹，他用毒。没有规定不能用毒，更何况，用毒的不是段轩逸，而是上一轮跟骆明轩比武的段轩衡。哎，你怎么下去了？
不是你们非让我下来的吗？不是，以你的性格，不应该让咱们三番五请，你才别别扭扭、不情不愿的下去吗？闭嘴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上去啊？谁上去了？你是谁？雪落山庄，萧瑟。你就是那个被枪签收为弟子的萧瑟。你说是就是吧。殿下，有一个问题，现在已经有答案了。是楚河上去了吧？是的。堂堂六皇子萧楚河，现在竟然在雪月城参加比武招亲。我听着那个拿扇子的人，武功不是很强。老六为何一直在躲呢？看不明白。24桥扇，阁下轻功卓越，见识也广，只可惜光靠着躲是赢不了我的。赢不赢得了，走着瞧。六皇子的踏云步比起当年更强了，但从他的身上我感受不到一丝魅力的波动啊！难道老六的武功真的全被废了？哼！我已看穿你的步伐，10招之内，你必败无疑。那你就试试。雷门霹雳子，一颗让你们脑袋开花，2颗送你们回家。吹什么吹？回家！说谁呢你？说什么呢你？你作弊！你用雷门火器，你们还用毒呢！你闭嘴吧你！萧瑟，把那霹雳子都给我扔出去！好。我路上用的太狠，就这2颗了。你去死吧！干得漂亮！好，这道阎王帖挥得果然漂亮。来，我和大师兄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拿出我们各自的法宝，助你旗开得胜，拔得头筹。什么法宝啊？我的2粒霹雳子和大师兄的3道阎王帖，可值1000两银子呢。这3日呢，就由我和大师兄教你使用这火器和暗器。一个会着天下第一轻功的人，同时拥有着雷门的火器和唐门的暗器，你说谁能胜得过你？对。24桥扇，正面只有23桥，极尽风雅；背面只有1桥，名曰断。风雅已息，只谈生死，不够风雅。你究竟是谁？雪落山庄萧瑟，赢了你的人。雪月城萧瑟胜。他居然真的赢了。他不但赢了，而且赢得很漂亮。楚河总是能做到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，就算是身处绝境，也可以力挽狂澜。殿下，他不能赢。你是担心他和雪月城联姻吗？那他要是赢了，他若是以萧瑟的身份与雪月城联了姻，再等我们把陛下赦免他的口谕带到，那他的势力一下子就到了我们不可控制的范围啊！萧瑟，你刚刚表现得很出色。哟，想不到司空小姐还会夸奖我。殿下，皇子婚姻都得宗庙做主，岂容得他私下联姻？可他现在只是萧瑟，不是皇子。殿下，您只要先把口谕颁了，他就是萧楚河。我倒想知道，这场比武招亲的结果如何。师姐加油！师姐加油！师姐加油！萧瑟加油！师姐加油！虽然你赢了他们，但你还要胜过本小姐的枪。
我认输了。